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它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主动的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啊，终于找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答案，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啊，它自己带着一个刹车。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就像一个高度智慧的一个防御的军队当细菌、病毒或者癌细胞出现的时候呢，它立马就进入一个非常警戒的状态。我们身体的淋巴细胞就像那个军队里的士兵，随时准备出击。但是想象一下，如果这支军队永远不停止的战斗的话，它最终毁掉的不光是敌人还有整座城市，那就是我们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呢？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免疫系统呢设计了一个油门，也设计了一个刹车。这个油门呢，就是让免疫细胞呢全力的可以进攻这些外来的异物、感染、毒素等等。而这个刹车呢，在它应该停止的时候，让它冷静下来，停止攻击。所以这个平衡呢，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了一个正常的存活的状态。它既能抵御感染，又不会让免疫系统呢反过来伤害自己大家大概知道有很多人有所谓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实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常常是有一些来源我们不知道的异常的东西呢进入到我们身体，让身体呢产生了一个正常的防御反应或者说一个过度的防御反应。而这种外来的异物呢，常常附着在我们身体里面，因此呢，身体就会受到伤害所以呢，这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和我们这个防御系统有没有刹车呢？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它是另外一种机制。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呢，科学家就一直在想怎么样强化这个免疫功能但是呢，有两个科学家的发现呢，把大家的认知都改变了。一个是詹姆斯·艾勒森，还有一个呢是本树佑这个日本科学家。他们的发现呢，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这个艾勒森博士发现了一种分子叫做 CTLA4， 本树佑博士呢发现了另外一种分子叫做 PD1他们就像免疫系统里面一个检测的点就像一个检查站一样它是体内呢设置的一个刹车的装置，就是它是来提醒这个淋巴细胞里面的 T 细胞你该停止下来了。所以呢，它起的是这样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当身体受到威胁的时候呢，这个 T 细胞呢就会接到一个前进的信号就像一个车的油门一样。而战斗持续的太久呢，这个 CTLA4 呢和这个 PD1 呢它就会亮起红灯就告诉这个免疫细胞你不要过度的反应这些分子它就防止了我们免疫系统呢过度的反应，造成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是过度的慢性炎症。当然了，这个癌细胞呢，它很聪明，它就利用了我们这个刹车的机制，它们表达出一种 PDL1 分子也就是说对免疫系统说没事的，这里很安全你们可以继续前进。那么呢，癌细胞呢就被免疫系统呢完全忽略了，免疫系统就把它放过去了。这样癌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就能够大行其道。当科学家理解了这么一个机制之后呢，就有一个所谓革命性的想法，实际上是一个很逻辑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解除这个刹车让免疫系统重新来攻击这个癌细胞，会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想法呢，就是所谓的免疫检查点抑制疗法的产生的根源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遇到了癌细胞的时候，我就选择性的让这个检查点不工作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继续对癌细胞产生不断的抑制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疗法呢，据说已经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晚期的黑色素瘤的患者这种患者几乎是没有药可医的。但是接受免疫治疗以后呢，有很多人的肿瘤它就明显缩小了甚至多年以后呢也不再复发
这是人类第一次看到免疫系统真正治愈晚期癌症的奇迹大家要知道这个它可没有用化疗，也没有用放疗它是利用调节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来达到的治疗效果。但是我们聪明的读者一定会想到你把刹车解除了虽然它可以不断的攻击这个癌细胞那是不是也会攻击我们自己的组织呢？是吧？是不是外来这个感染产生过度的反应呢？没错，它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它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肠炎甲状腺炎甚至肺炎所以医生呢就必须来平衡这两个方面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不得不用一些抑制免疫反应的药物，像类固醇类或者免疫抑制剂来进行调节。总而言之吧，这项发现它提醒了我们一个永恒的道理在医学和人生中平衡永远是最关键的，过度或者不足都不是健康的方向。现在呢，这些研究人员正在探索更新的免疫检查点的分子有一些叫 LAG3、TRM3TIGIT 等等这些呢，大家全把它当成一个暂时的一个代号。科学家不仅想知道面对肿瘤的时候，怎么样把免疫系统的刹车给它松开他们能够去制服这个癌症，也更想教会免疫系统呢，什么时候能加速，什么时候会放慢。科学家呢也尝试着把这个免疫疗法呢跟其他的东西结合起来，比如说癌症的疫苗肠道菌群的调节代谢的治疗情绪和能量疗法等等这就说明什么问题？这就呼应了我们思维健康的这样一个模型，就是说你结构是肿瘤生化是这些免疫系统的不断的调节，而能量包括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的电生理活动都需要平衡最重要的呢，影响我们情绪的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系统，所以人的灵魂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当我们把灵魂带入到医学里面，这个医学呢就变成了和人一样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了，那它才是我们全面健康的一个保证。所以这个免疫系统这个刹车现象告诉我们健康呢不光是不断的去战斗，而是一种调节和平衡的智慧。所以我们这个生活的节奏也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行动，什么时候休息。我们的身体、心灵、免疫功能都是在平衡当中找到健康和成长的。所以呢，下次你要想到提高免疫力的时候呢，你不妨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平衡，而不是简单的提高，能够防御外来的感染和这个侵犯，也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消耗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总而言之身体的真正的健康的智慧呢在于加速和克制之间的平衡，在动态和静态之间找到一个和谐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别错过未来更多结合智慧和科学的健康内容。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好，我是杨景端医师我行医30多年，看过无数人在健康退化的边缘挣扎。其实呢，我们不是因为变老了才退化，而是因为退化了才变老。这就是我设计这门抗衰老课程的初衷。我们从人体的4个维度，就是结构、生化、能量和灵魂，重新校准我们的身体启动我们内在的自愈的力量。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我们用中医的智慧、营养科学和现代研究，真正活出年轻、稳定又有力量的自己。如果您常常疲劳、睡不好、记忆力下降，或者想延缓老化、优化功能的话，这门课呢，你值得拥有。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陪你一起守住它。